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很荣幸地和大家一起完成了乌克兰古今时空的旅程。正如我们这部小小的纪录片使用的名字那样，双城记，这是一个意象的延伸。基辅和莫斯科是代表了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对峙，是商业和草原社会与农奴社会的冲突。这场乌克兰卫国战争可以说是从哥萨克的抗争的积淀和延续，这些历史的碎片与回响交织成了一张大网。有人说过，凡是克里米亚爆发战争，就是历史又走向了十字路口，所以这场战争也应该是人类命运未来何去何从的抉择。让我们重回依然在激烈中的俄乌战场，回到战争重启的前夜，一个充满压迫与希望的时刻，拆解一下这里面的哲理与价值观。普京在多个场合中反复强调，现代乌克兰是由布尔什维克时期的俄罗斯人所创造的国家。换句话说，乌克兰并非真正的独立存在，而只是历史的产物。他试图通过历史的扭曲，否定乌克兰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然而，这一切究竟是历史的真相，还是为了掩盖某些政治野心的伪装呢？普京试图借由这些论调，塑造一个对外部世界说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防卫和复兴的自我正当化途径。那么，真正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转向历史的另一面，赫尔霍尔摩尔 Holodomor 这场造成数百万乌克兰人死亡的饥荒，以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都深刻地揭示了帝国在其末日时的丧失控制，带给普通人巨大的灾难。帝国的衰落不仅仅是权力的改变，它是对生命的破坏，是整个社会的深刻灾难。那么，帝国的复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重建曾经辉煌的强大国家，还是让其再次吞噬无辜的生命，制造更多的苦难与分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陷入身份迷雾。普京捡起了昔日帝国的叙事，重塑国家认同。他召唤沙皇的辉煌，苏联的荣光，承诺人民共同的伟大。但是他捡起的是昔日帝国叙事，虽然这个版本确实要容易很多。在这种叙事框架下，帝国的自我意义赋予是全民的，也可以说是人民的。但是人民是谁？人民的资格事实上是可以轻易地被剥夺，也会变成一种谎言叙事。所以对于任何帝国来说，它的历史本身就是一场对无数生命的吞噬。它不顾一切的扩张，消灭各种异类，也就是所谓野蛮的、不文明的社区与族群。最终必然是一头失控的利维坦怪兽，它压迫、摧毁、消耗，甚至以复兴为名，展开更加残酷的侵略。我们应该警惕，当一个政权宣称要复兴帝国时，他所追求的并非社会的繁荣与安宁，而是再一次让这头怪兽复活，继续破坏、征服与征服。回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是否我们也面临着宏大叙事的压迫？是否我们内心的选择已经被外部的力量所塑造，甚至被迫让渡给那些巨大的、遥不可及的叙事？我们常常被要求认同一些叙事，国家的利益、集体的目标，甚至是复兴的美好愿景。难道我们的自由只是选择是否遵从这些宏大叙事吗？我们是否真的要让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都被这些看似宏伟的目标所占据？自由并非只是选择做什么，而是选择不做什么。正如中世纪的经验哲学所描述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它们分别对应着不被限制和能够选择行动的权利。而我们自由的真正基础，不是外部的命令和强制，而是我们内心的底气与才干，是我们对自己负责的基础上对他人的责任感，是共同体间的共识与契约。正如哥萨克人的自由，他们不是依赖于某个长官的命令，而是依靠彼此之间的承诺与信任。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似乎都在回应着某个更宏大的叙事，而这些叙事是否真的能赋予我们更多的自由，还是将我们的自由一点一点地剥夺了？我们是否选择活在自己真实的世界，
还是让自己成为被巨大力量驱动的齿轮？我们要问自己，是否真的有权利对这些宏大叙事说不？自由不仅是外界的给予，更是我们的选择，是对内心和外界力量的自觉反应。正如电影《V 字仇杀队》中所说，肉体会腐朽，思想永存。这句话提醒我们，尽管肉体会老去，社会的叙事也许会变化，但思想的力量却能跨越时代，穿越压迫，成为永恒。在面对宏大叙事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坚守自我，抵抗压力，不被外界的叙事所吞噬。我们可以为自由而战，守护思想的独立与尊严。所以可以这么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这场战争，结合历史来看，首先我们认为是一场卫国战争，但更重要的是在人类历史十字路口上的关键抉择。在帝国再次降临时，原本渺小和纷乱的我们再次迎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呢？